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人在职场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，做出各种各样的决断。不可否认的是，一个人对世界、对工作、对事物发展的认知，决定一个人的前程。学会逆向思维很重要。比如说，当你看到你的同事请领导吃饭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想？你是觉得同事是阴险小人，走歪门邪道，自己坚决不和其同流合污，还是觉得同事聪明，会拉关系，自己也要学习同事的做法，善于拉关系，给自己争取资源要素？如果你是后者思维的话，那么恭喜你，你能很有效适应这个社会，适应激烈的职场竞争。这就是逆向思维。人总有一个习惯，就是看到事物会往前分析，比如看到同事给领导送礼，就认为同事不是什么好人，是小人等等，这些都是顺向思维，即看到事物往前分析，顺着思路往前走。逆向考虑，也就是这件事怎么影响我，我该如何改变，这是很多人欠缺的，也是职场中不可多得的智慧。具备逆向思维的职场人，非常善于从成功中吸取经验，从失败中总结教训，因为他们对事物认知的核心始终是围绕着如何提升自己。逆向思维也是一种推理的能力，也就是从事物的结果反推过程的能力。换个角度看问题，往往很难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，换个方向解决问题，往往能收到奇效。那么在职场中，我们应该怎么运用逆向思维呢？一遇杨先意，大家应该都知道，蝉在夏天发出响亮的鸣叫之前，需要在黑暗的地下孤独地度过好几年时间，才能换来一鸣惊人。职场中，我们每个人都想要一鸣惊人，但是要懂得一个道理，那就是欲扬先抑。在最初的成长期，我们绝对不能膨胀，不能张扬，要善于给自己营造一个宽松、温和和安静的成长环境。这就要求我们要不动声色，要沉默，要默默努力，完成最初的积累。无论是能力还是人脉，都需要在安静的环境下提升，这是解决职场态度的问题。如果你进入职场不懂得收敛自己，张狂想要表现，浑身带刺，盛气凌人，你很快就会被现实所教育，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，最终换来的是被领导和同事集体针对。这种情况下，你想要的发展那是难如登天，二遇高先低。每个人都想提拔和晋升，每个人都想获得领导的赏识，这是人的天性使然。于是我们拼命想要接触大领导，想要认识大佬，想要进入很厉害的圈子，这当然没有错，但是目标定得太高，远远超过自己的能力和水平，会迎来极大的挫败感，耽误自己的发展。我们倒不如使用逆向思维，就是先不要着急想着进入大佬和领导的圈子，先安安稳稳把同事关系处好，把群众基础打好，争取更多人的支持。这点对于体制内的人尤为重要。欲高先低解决的是一个格局的问题，很多时候就算领导想把你放在某个位子上，如果太多的人反对，领导也会掂量一下的。毕竟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领导还是不多的，除非他自己不想干了，因此够不到高的大佬，就逆向思维把底层的同事处理好，这也是一种智慧。三欲跳先蹲，有了态度，有了格局，我们也得有能力。上学的时候，我们经常做一种游戏，就是看谁能跳起来摸到篮筐。每个人都知道，想要跳得高，必须蹲得深，借力才能跳得有力。这其实也是一种逆向思维的局限。这个案例放在职场中，也说明一个道理，想要走得更高更远，必须有一个深蹲的过程。这个过程有可能是痛苦的，也有可能很久看不到任何效果，但是正是这种深蹲才能铸就你未来的成功。直白一点说，刚进入职场，千万不能眼高手低，总想着做大事成大才。你要抱着这个思维，你绝对走不远。只有从最开始做起，把手中的每一件事情做到最好，才能锻炼自己的能力。在完成这些基础性工作的时候，你慢慢会具备了承担重任的能力，这就是潜移默化的成长。不要被遥远的太阳刺伤了眼界，低下头专心干好自己的事。想要跳得高，你一定要足够沉淀，也就是要欲跳先蹲。
一时半会儿的平凡没有什么，短暂的没有成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。给自己一个长期的发育过程，这种逆向思维解决的是能力的问题。写在最后，职场的成功人士一定是具备逆向思维的人，总是从一个角度看问题。时间长了，人的逻辑就固化了，一旦固化了思维和逻辑，你距离发展瓶颈也就不远了。